比刚成为三国名将吕布没3分钟，就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被20万曹军围困下邳，即将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命丧白门楼。面对这样的天崩开局，你再也绷不住了。3日之后，手下侯成、宋宪等人就要绑了自己送给曹操作为投名状。虽然砍了侯成他们半点不难，可曹操眼下正带兵围城，如何才能冲出包围逃得一命？此时你的目光看向了身旁的陈宫。公台，公台，为今之计，如何才能活命？陈宫默然片刻，才缓缓开口道：如今局势，想要活命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万全之策，最多不过倾力一搏而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的就是眼前这种情况了。曹操在城外兵强马壮，还绝了易水和泗水盐城。如今整个下邳城，只有东门之外还有一条出路，西南北3面城墙之外都成了一片泽国，根本就无法通行。城中军士只剩下5000余人，还是弃低迷。面对这种情况，别说是陈宫了，就算换了卧龙凤雏和司马贾诩前来也没办法。你开口道：倾力一试，最多也不过力尽而亡。可若是坐以待毙，只怕我们根本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现如今，任何一种可能都是我们活命的机。陈宫开口道：曹操原来后方空虚，而兖州和豫州等地本就是4战之地，只要我们想办法固守城中，尽可能拖到明年开春，袁绍和张绣等人必然会出兵绕袭其后。你摇头道：军中上下士气低迷，根本就不想死战。城中百姓与地方豪族也不会和我们一条心，尤其是城外大水漫灌，城墙根本撑不住太久。此计不妥，恩威并用，稳定军心，这一点不难办到。杀人立威，胁迫豪族，这一点也可以凭借武力尝试一下。可下邳城墙本来就年久失修，这大水漫灌之下，连进带炮，最多10天半个月，估计城墙就塌了。指望袁绍跟张绣他们袭绕曹操后方，时间肯定来不及。陈宫继续道：如今天寒地冻，出兵不易，徐州附近的诸侯真有实力前来救援的，只有袁术一人而已。若是主公信得过，公愿意拼死突围出城去见袁术，无论如何也要说服袁术带兵来救。你摇头道：如果是1个月之前，袁术或许还会带兵来救，可眼下局势，莫说公台求援，就算本将亲自前去给他磕头赔罪，只怕袁公路还是见死不救啊。陈宫肯定是能信得过，但是没用啊。陈登父子早已经暗中投降曹操，可袁宿主还是对他们信任有加，最后不知不觉中计，自绝于袁术。就算是陈宫能够在4面包围之下杀出去，最后成功说服袁术出兵，这一来一回，最起码也得10天半个月，还是来不及。陈宫叹息道：下邳城如今已是3面环水，唯有东门外一条出路，主公可以安排部分兵将趁夜色掩护，假装从东门外突围，而私下则准备小舟短骑，只待心腹从西门外涉水而走，不能坐以待毙，也没人能够前来救援。好像除了突围这一条路，也没什么可选了。你继续摇头道：曹贼用兵素来谨慎，而眼下更是兵力众多，除了东门重点布防，只怕其他3面城墙之外，肯定也会安排游骑巡哨。而下邳城地处平原地带，出城之后就是一马平川，根本没有半点山川险阻可以藏身。想要逃过曹军斥候，哪有这么简单？就算是本将可以勉强杀出去，没了这些军将，我们又能逃到何处？突围这件事情，你已经反复考虑过很多次了，可不管从哪个方向跑，逃出升天的可能性都极小。陈宫目光灼灼道：主公对文远有几分信任？文远，你稍显迟疑道：文远虽然是滨州旧将，可他向来持身极正，根本就看不上本将之前的所作所为。如今局势，我们还能信任于他吗？张辽的统帅能力确实是汉末第一流，关键是这家伙跟自己不亲近啊。如今被困下邳，陈宫、高顺侯、程宋宪等人都在城中，只有张辽领兵抑制在外，既不投降曹操，也不死命来救。虽然从名义上来讲，他还是自己麾下大将，可历史书谁没念过几段？等自己被曹操砍了之后，他就要带兵投降了。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根本就不敢十分相信张辽，这无关人品什么的，主要是屁股决定脑袋啊。陈宫拱手道：如果主公能够十分信任文远，或许我们还有一条生路，可若是主公不能完全相信他，属下也没有什么活命的法则，为今之计只能坐以待毙而已。张辽先属丁原，后归何进，又从董卓，最后才跟随自己。虽然他的统帅能力没得说，可毕竟不是高顺这种心腹之将，如果让自己完全信任他，明显是不太可能的。可陈宫这意思，如果自己不相信他，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啊。反复权衡良久之后，你这才正色道：假如本将可以完全信任文远，不知公台即将安出？下邳之战打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曹操手下兵马是越打越多，从一开始的2万人打到现在已经将近3万人了。为什么？因为自己困守孤城，基本上没什么活路了，所以徐州方面这些世家很容易就见风使舵倒向曹军了。至于徐州地界上那些个残兵败将，也是跟着一窝蜂的望风而降。反观自己这边，大战开始之前还有万余兵马，可连番恶战之下，已经只剩7、8千人了。张辽手中2000军在外，城中守军仅剩5000余人。曹操这次的随行军师是郭嘉和荀攸2人，论谋划
能力丝毫不弱于陈宫，更别说还有大耳贼在一旁煽风点火，再加上陈登这种语文云武的家伙从旁助力了，就算自己能够完全相信张辽，你还是想不出陈宫所谓的活命计划到底是什么。陈宫开口道：“假如将军是和曹操位置互换一下，你想要攻破下邳，会采取何种战法？”你想了想，开口道：“本将手下兵力虽少，可其中大部分将士都是当年从滨州一路跟随的老部曲了，战斗力相当不弱。这下邳城虽然已遭水淹，可城墙毕竟还在，根本不宜强攻。如果本将是曹操的话，肯定是等着城中自乱阵脚，然后再趁机冲杀。”听到你这个回答，陈宫略显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点头道：“不错，曹操现如今正等着我们自乱阵脚，然后再趁机破城。既然如此的话，如果我们帮他一把，真的让城中某些将士反叛起来，将军以为曹操将会如何？”你恍然道：“公台是想要让城中将士们故意摆出一副准备反叛的架势来，先去吸引曹操率领主力大军来攻，然后在暗中给文远发消息，让他带兵前去偷袭曹军后方辎重。只要军粮毁于一旦，城外敌军自然就不战而退了。”听罢你这个回复，陈宫忍不住暗自叹息一声，刚才还有点奇怪，主公怎么一下脑子变聪明了？结果这一开口又暴露本性了。看到陈宫脸上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你琢磨片刻道：“可城外大军四面包围，我们根本没办法和文远互通消息，此为第一难也。而且曹贼用兵素来谨慎，他本身就喜欢断他人粮道，我们想要偷袭敌军粮草辎重，这仓促之间又岂能成功？至于其三，城中上下的将士们本来就已经兵无战心了，如果为了引诱曹军前来故意发动叛乱，万一不成，岂不是玩火自焚？”陈宫忽然笑道：“主公这几个顾虑确实都能掐中要点了，不过属下可没说过要让文远带兵去偷袭曹军粮草辎重啊。不错不错，生死之间果然还是能够历练人心的。虽然主公一开始没有猜中自己的打算，可这几个关键点倒是说的挺准。”你揉了揉眉心，无奈道：“公台你就不要藏着掖着了，到底是什么打算？直说便可。”陈宫正色道：“属下这个计划一共分为3步去执行。这第一步确实是要在城内故意制造混乱，让曹操以为城中将士们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才想要私自开城投降活命。一旦曹操率军来袭，我们就准备第2步计划，让文远率领他手下所有将士们从侧翼直插敌后。曹操带兵前来，本是想要一往无前攻破城池，这骤然之间后方遇袭，肯定会出现混乱，而我军正好趁势杀出，直接跟文远兵合一处击破曹军，然后屯兵城外与其对峙，或者趁着敌军溃败之际火速突围。”你沉思片刻道：“这个计划倒是颇为可行，但是本将方才就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跟文远互通消息。既然如此的话，又如何才能让文远能够按照约定时间带兵袭击敌后？曹操手下兵力总共还有25000人左右，但是这些人当中至少有4、5千都是徐州降卒，以曹操生性多疑的性格，他不一定完全信得过。既然信不过他们，那就不可能让这些徐州军镇守后方。所以一旦城中情况有变，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曹操让一名心腹大将率领短部兵马去坐镇后方看护粮草辎重，然后自领主力大军带上这些徐州军降卒直扑东门之外。在城中局势尚未明朗之前，这些徐州军降卒肯定会被曹操当成炮灰扔出去试探一番。所以张辽手下那点兵力想要偷袭粮草辎重不可能，但是要让他带兵突袭曹军侧翼或后方还是有可能的。只是说到底，现在没办法联系张辽，而且自己也摸不准张辽到底是什么想法，这才是重点。陈宫森然道：“想要联络文远，眼下只能想办法派死士出城，而且只派一个肯定不行，至少要派出10名死士一起行动。为了防止他们被抓之后让敌军发现端倪，这些死士只能带口信，绝不能携带任何信件。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一定要对主公忠心耿耿，哪怕曹操动用极刑，也不能让他们吐露真情。”说到这里，陈宫揉了揉眉心，然后神色疲惫道：“至于这10名死士能不能顺利将口信带给文远，或者是文远肯不肯听令行事，这就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你豁然起身，然后负手而立，在书房之中来回走动起来。灯火摇晃之下，一身影子更是被拉得老长。半晌之后，你这才停在陈宫面前。本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公台此计侥幸成功的话，一旦出城之后，我们应该去往何方？曹操手下大军不是泥捏的，陈宫这个计划顶多是出其不意，让自己能够从城中挪到城外去。可眼下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一旦出城之后营寨未稳，粮草不济，怎么可能挡得住曹操率军冲杀？所以一旦出城，肯定是要立马跑路。但是具体往哪跑，这仓促之间，你还真没什么想法。陈宫起身之后长揖道：“主公，只要今次大难不死，出城之后就是天高地广。可若是此计不成，就算是我们现在商量再多又能如何？”你点头道：“让高顺将军立马前来见我，就说本将有要事吩咐。”高顺是真的可惜了，在原本历史上，下邳城破之后，高顺和自己一同被擒，曹操劝降不成，怒而杀之。从此之后，哪怕是千军鏖战，却再也听不到那一句陷阵之志，有死无生，派人当死士这种事情，你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自己手底下除了那些个心腹亲兵，其他的大都是酒囊饭袋之徒，想要让他们给自己死命，想屁吃呢？所以真要派人去给张辽送信，还是从高顺的陷阵营里头找人更靠谱。片刻之后，接到通知的高顺已经来到房中。高顺30岁左右，身长7尺余，体型魁梧，神态刚正。此时甲胄在身，行走之间更有一股肃杀之气。不知主公相召，有何要事？看到你端坐于书房之中，高顺略一抱拳，率先开口道：“校辅，下邳局势至此，不知县阵营的将士们刀锋还立否？将军但有吩咐，县阵营上下立马拼死效命。”高顺的性格可以说是乱世之中一股清流了。普通将士们战场厮杀，干的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今天一场大战下来，可能明天就战死荒野。所以绝大部分带兵之将都是醇酒美妇，醉生梦死，包括你自己也是这个鸟样。但是高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赌博不好色，他这种
性格放到现在来说就是不合群，所以很多时候元素主虽然明知道他忠心耿耿，却因为不喜欢他这个性格，一直都不肯重用。招呼高顺坐下之后，你慢慢将自己和陈宫的谋划给他说了一遍。所以眼下有2件事情需要校服立即去办，第一是从军中挑选10名死士，想办法给文远送信；第二就是暗中戒备起来，随时准备出城厮杀。高顺沉默片刻道：前几日侯城的民居乌云踏雪，失而复得，魏续和宋宪等人饮酒相贺，可主公却将3人狠狠责罚一通，莫非就是为了眼下这个谋划做准备，好让他们故意叛乱投敌，然后在城中引起混乱？看到高顺眼中的疑惑之色，你还是故作高深道：确实如此。陈宫接口道：城中局势已经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而侯城他们对于主公的怨恨也是越来越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几天就是他们动手之时了。只要文远能够成功收到消息，然后趁着城中大乱之际领兵直插敌后，敌军阵型必然大乱，而校服正好率领县阵营的将士们为先锋，从东门出去硬汉一场。曹操手下那些刚投降的徐州军战斗力只是一般而已，让高顺带着县阵营直接往前冲，肯定能够横推出去。只要把战场拉到城外去，前后夹击之下，曹军必败。高顺思索片刻道：如果军师的计划能够奏效，我军击破敌军的可能性确实极大，可眼下乃是天寒地冻之时，骤然出城却没有营寨，只怕根本就无法和敌军对峙。一旦敌军稍加休整之后重新发起进攻，届时却该如何？在高顺看来，城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侯城魏续和宋宪他们，只要把3人抓起来一刀砍了，剩下的将士们自然就会拼死守卫。下邳城再破，城外水势再大，可躲在城中，至少有城墙可以作为防御要领。这一旦跑到城外的话，岂不是根本无险可守了？你沉声道：本将也不想放弃城墙，可校父想过没有？以下邳城目前的情况来说，这城墙还能撑多久？一旦城墙坍塌之后，城中百姓和世家肯定会急急慌慌出城逃命，到时候3军大乱，城中地形根本就不利于我军骑兵发挥，光靠那些战斗力不高的部族如何对付敌军？所以我们突围出去只是第一步，一旦成功之后立马就要进行转移。城中5000军有2000人左右都是骑兵，这些都是从长安城就一路跟随自己的滨州旧部，而剩下3000多部族基本上都是在徐州本地招募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忠诚度本来就不高，战斗力也只是一般而已，指望他们对付曹军精锐根本不可能。所以你的打算是，一旦冲到城外，立马会和张辽所部的骑兵直接逃命，至于那些跟不上的部族，这个时候根本顾不上他们了。看到你已经打定主意，高顺猛然起身，然后重重一抱拳：既如此，末将这就前去安排。你有没有后悔过跟随本将？看到高顺起身要走，你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在这下邳城中，军中诸将谁都有可能背叛自己，唯有高顺不会。可之前的元素主却一直知其中而不用，你心中着实是觉得愧对高顺。高顺坦然道：田横气壮，所以500死士甘为殉葬。可纣王暴虐，上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我高顺既然是主公帐下之将，自当生死相随。末将当然也曾后悔过，而且不止一次的后悔。可无论如何，从来都没有对主公彻底失去希望。你面色诚恳道：本将之前确实有愧于校服，更有愧于当年从滨州一起出来的老兄弟们。可只要我们能够撑过这一关，本将一定痛改前非。希望校服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办好这2件事情。高顺大笑道：如果这一次能够侥幸不死，末将愿意破戒一回，陪主公大醉一场。你慨然道：等到击破敌军之后，本将亲自摆酒给校服庆功。事情商议妥当之后，高顺立即出了房门，步入风雪中。与此同时，下邳城东10里外，曹军大营之中，此番攻略徐州，曹操手下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了。武将方面有许褚、曹仁、夏侯渊、曹洪、陈登、于禁、李典等；谋士方面2大随行军师郭嘉和荀攸。面对眼前这个局势，曹操很清楚你已经是笼中之虎，休想再逃。所以此时曹军亦是大帐之中的氛围，比起城内轻松多了。将手中姜茶一口饮罢之后，曹操轻轻喝了喝双手，这才对郭嘉开口道：奉孝，估计下邳城墙还能撑多久？郭嘉笑道：城墙估计还能撑上10天半个月，但是想要破城，2、3天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了。曹操开口道：吕布手下5000军，其中大部分都是滨州旧部，不但战斗力高，而且忠心耿耿。如果城墙不倒的话，仓促之间怕是很难破城吧？你已经是笼中之虎，根本没有再次逃脱的可能，早死晚死。曹操其实并不放在心上，他真正担忧的是，袁绍现在已经统一冀青并3州之地，接下来肯定会率军向南横渡黄河。而荆州方面，刘表把张绣摆在南阳郡，同样能够威胁到自己后方。至于凉州方面，李傕、郭汜等人死了之后，各路诸侯纷纷乱战，而长安到洛阳一线几乎已经是不设防了。果他们真想纵兵劫掠，同样有实力继续杀奔关东。所以曹操此时心急剿灭你，只是为了尽快回防。郭嘉宽慰道：主公放心，下邳城如今已经危如累卵，城中上下自然军心不稳，再加上你此人行事狂悖不得人心，如果属下所料不差的话，3天之内必然有人开城投降。荀攸点头道：奉孝所言极是，吕布此人根本就没有一方雄主的气量，方其盛时或许还能凭借一身武力压制群雄，可及其衰也，数十兵将足以杀之，我们只需在城外静观其变即可。曹操笑道：既然奉孝和公达都这么有把握，那我们就再等几天就是。大将曹仁开口道：主公，吕布虽然被我们困在城中，可张辽还率军2000人左右屯驻城外，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要不要先行击破张辽所部？曹操摇头道：这就不必了，吕布此人到底也算一方豪雄，他死之后好歹也要有人收尸才行。既然张辽曾经在他麾下效力，这事儿就交给张辽去办就是了。曹仁开口道：主公想要
要等到城破之后收降张辽。末将也很赞同这个计划，可关键是吕布现在毕竟还有一搏之力，而张辽率军屯驻城外，多少也是个变数。若不能以策万全的话，末将这心里头多少还是有点不踏实的。曹操笑道：“子孝多虑了。张辽虽然也是滨州旧将出身，可他根本算不得吕布手下嫡系大将，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心中根本就瞧不上吕布这个主公。他现在屯兵城外，静观其变，看的就是我军态度如何。如果我们破城之后，可以善待城中那些滨州旧部，然后再责令将士们不许扰民，张辽立马就会顺势投降。可我军若是现在主动进攻，张辽被逼之下，那可就不得不战了。有些事情其实完全没必要说的这么通透。张辽的想法如何，曹操心里头岂能不知？只要自己破城之后击杀你，然后再派人前去招降，张辽肯定会顺水推舟，直接答应下来，最多向自己求取你尸身归葬9元，如此也算是彻底了却他和你之间的君臣之义了。看到曹操已经打定主意，曹仁略一抱拳，不复再劝。曹操对郭嘉开口道：“南阳郡和凉州方面最近动向如何？跟袁绍比起来，凉州诸侯和张绣的势力当然远远不如，可想要安心对付袁绍，那就必须要稳定后方才行。”郭嘉开口道：“关中方面，自从李傕、郭汜等人败亡之后，各路诸侯已经乱成一团。韩遂、马腾等人虽然也在不断发展势力，可目前却只是局限在潼关以西，所以短期内不必过多关注。至于宛城张绣，从军中事后传回的消息来看，他最近还在因为过冬物资的事情跟刘表互相扯皮，而且现如今天寒地冻之下，谅他也不敢擅自出兵，所以明年开春之前，我们倒也不用担心。”曹操冷笑道：“刘表当年单骑定荆州，倒也不失豪迈，可惜这人年纪越大，心眼越小，反倒越活越回去了。”郭嘉开口道：“张绣上次投降我军的时候，刘表就已经恨死他了，若不是还需要他来阻挡我军南下，估计两人之间早就闹翻了。张绣现在对于刘表来说就是一条看门狗，既不能让他饿着，却也不能真的喂太饱，否则的话，这狗一旦吃得太饱了，要么不咬人，要么就会是主。”曹操沉声道：“既然南阳郡和凉州方面暂时没什么动静，那就先继续盯着吧。等我们剿灭吕布，平定徐州之后，回去再慢慢商议如何对付袁绍。传我军令，让军中上下的将士们这几天夜里睡觉时候都警醒点，随时准备入城厮杀。场中诸将轰然应诺，各自下去准备了。4更天时候，曹操寝帐附近，曹仁一路急匆匆走来，却看到许褚如同铁塔一般守在外帐。仲康，主公睡下了吗？我有紧急军情禀报。曹仁一边跟许褚打招呼，一边就要直接去往内帐之中，可惜许褚神色木讷的往前一站，直接挡在曹仁前面。主公已经睡下了，有何紧急军情，可以先跟我说，然后我再前去通禀。曹操治军严谨，军中诸将能够不经通报直接去他营帐之中的，也只有曹仁和夏侯惇罢。按说曹仁有此殊荣，帐中护卫是不该阻拦的，可惜许褚才不管这些。深更半夜，主公好不容易睡下了，想要见他先过我这一关才行。曹仁微怒道：“军中巡防的游骑抓到好几个敌军斥候，这明显是吕布在向外求援，此等军情难道还不算紧急？速速退开，让我进去。”许褚摇头道：“吕布困守孤城，派几个心腹死士出城求援，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将军已经从这些敌军斥候口中问出些什么来了，末将这就前去通禀一番。可若是将军什么都没问出来，那就先请回吧。都说了敌军斥候皆为死士，哪有这么容易问出口供来？”许褚默然道：“既然什么都没问出来，将军还是明日一早再来吧。现在前去通禀的话，难道是要让主公亲自前去审问不成？”曹营诸将之中，曹仁还真没怕过谁。可许褚这家伙毕竟是曹操身边的亲卫大统领，自从典韦战死之后，更得曹操信重，再加上自己这边也确实没有从俘虏口中问出什么来，所以曹仁心里头虽然怒气横生，可反复权衡之下，最终还是冷哼一声，拂袖而去。腊月25，下邳城北20里外大营之中，张辽此时正在大营之中，正看着桌案上的下邳地形图。在下邳城附近，一共有2处大营，其中一处在城东10里，那是曹军营寨，而另外一处就是自己的营寨了。从双方距离上来说，曹操完全可以率领本部军士先来攻打自己，然后再安心围困下邳。可实际上，自己在此处扎营已经超过10天了，曹军却根本没有前来骚扰。对于曹操这个做法，张辽心中明镜似的，他这是明摆着准备先行攻破下邳城，然后再等着自己前去投降。对于你，张辽从来没有为其赴死的打算。可你手下那些滨州旧部，却有很多人都是张辽手下的兄弟和袍泽。在城破之后，徐州军可以安然选择投降，可那些滨州军将士们，哪个手中没有沾染曹军的鲜血？以曹操向来不留后患的手段，真能容得下他们？除非自己能够率军投降，然后再控制这些滨州军旧部给曹操效力，唯有如此才是最好的结局。只是张辽虽然已经打定主意了，可是这心里头却忽然有些莫名的惆怅起来。就在此时，营寨之外忽然有一名亲卫走了进来，报将军，有信使从城中而来。张辽皱眉道：“可曾确认过身份了？”“确实是吕将军派来的，已经确认过身份了。信使身上有吕将军的印信，足以证明。不过他这次带来的只是口信。”张辽点头道：“曹军围城太紧，城中斥候想要突围难如登天。为了防止消息外泄，眼下也只能传递口信了。先去把人带进来。”片刻之后，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信使，张辽开口道：“我认得你，你是高将军麾下现镇营将士李通。”李通抱拳道：“特为主公传话而来。”说吧。张辽点头道：“吕将军有何口信，只管道来。高顺和陈宫氏已经奉了你为主，所以两人称呼你之时都是叫主公。但是张辽和你的之间从来都是上下级关系，张辽更是从来没有承认过你主君的身份，所以此时说起也只是称呼吕将军而已。不过信使可管这些个弯弯绕绕。”听到张辽这话，立即抱拳道：“主公说了，曹孟德有雄主之姿，下邳城破之后，文远自可归降。若念旧情的话，可葬我残躯于9原。”本以为你派人前来传话，肯定是想要自己不顾一切救援城中，可此时听罢信使这番话，张辽一下就沉默起来。半晌之后，
后，这才继续开口道：“除了这一句之外，吕将军还有其他交代吗？”李通抱拳道：“主公又说了，如果文远新官难过的话，可以整顿兵马，随我再战一场。今夜子时，城中会有叛军主动献城，而曹军得到消息之后，肯定会往城东大量集结。届时我当亲自领兵杀奔城外，而文远可以率军直插敌后，生死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当然，无论文远会不会率军配合，今夜子时，我都会和城中将士们一起突围。”这几句话李通已经彻底背熟了，所以此时说起倒也一气呵成。听罢李通这番话之后，张辽闭目沉思良久，终于还是对身边亲卫吩咐道：“传我军令，让军中上下的将士们准备起来，今晚夜袭。”这亲卫抱拳领命，立即出了营帐前去传达。而李通因为口信已经送到，同样是先行下去休息了。可片刻之后，忽然又有一人从帐外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文远，你疯了！吕布困守孤城，早已经是冢中枯骨。这个时候，我们只要静观其变，一旦城破之后归降曹公即可。今晚前去夜袭，难道你是想要让营中将士们全都送死不成？”张辽大营之中，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的，也只有他兄长张逊了。张辽神色凛然道：“大哥不必再劝了，我意已决。”张逊急声道：“吕布是什么人？难道吕布自己心里不清楚？就为了让他活命，一定要搭上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值得吗？”张辽沉声道：“吕布的生死我可以不在乎，可城中那2000兵州旧部，有不少人都是我当年亲自招募的。如果任由曹军破城的话，这些袍泽又当如何？”文远糊涂了。张逊苦劝道：“曹公想杀之人，唯有吕布自己罢了。只要吕布一死，这城中兵将当然会望风而降。只要你愿意前去归顺，这些兵州旧部还不是要划到你的麾下？”张辽神色坚定道：“大哥所言确实在理，可大丈夫生于天地间，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吕布派了信使前来，只是为了一心求生，我当然会故作不知。可他既然先让我投降，然后再说突围之事，就冲这一点，就值得我张文远带兵向前拼死一搏。大凡真有本事的人物，哪个没点傲气？张辽确实看不上你之前的种种作为。如果李通今日前来只是传达你的求援信息，自然不做理会。可你这一招以退为进的招数，虽然不高明，却胜在时机恰当。毕竟如果可以打胜仗的话，谁愿意主动前去投降？”张逊叹息道：“信使所言肯定是陈宫所教，这以退为进的把戏，本就是为了引发你的恻隐之心罢了。文远难道就真的愿意为了吕布慷慨赴死？”张辽开口道：“如今战局，曹军上下自以为必胜，而城中将士们为了活命，肯定会拼死一搏。如果今夜之战指挥得当，我们未必就没有打赢的机会。”张逊无奈道：“就算是打赢了又能如何？也不过是继续逃命罢了。这天寒地冻之下，我们怎么继续跟曹军对峙？”张辽负手而立道：“都说生死之间最能磨练人性，如果今次能够活命，而吕将军从今往后也能够痛改前非，那我们今晚拼死一搏就很值得。”张辽之所以愿意带兵相助，主要是出于2个目的：第一，当然是想要救援城中那些兵州旧部；至于其二，你如果能够痛改前非的话，确实还有重新翻盘的机会。投降曹操这件事看似简单，可若非逼不得已，谁又心甘情愿去当个卑主之贼？张逊苦笑道：“从长安到徐州，这么多年下来，他不是一直这个样子。如果文远这次赌输了，该当如何？”张辽神色坦然道：“这次我最后一次帮他了，从今之后问心无愧。如果他还是死性不改的话，那我们立即带兵出走。这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得？”腊月25夜中，下邳城侯成住所之中，虽然外面还是天寒地冻，可侯成身为军中大将，他的住所自然不差。此时在宴客厅之中，正有几盆火炉烧得正旺，侯成面色阴郁，正与宋宪和魏续等人推杯换盏。前几天侯成的宝马乌云踏雪失而复得，本来是想要好好庆祝一番的，结果却被正在气头上的你狠狠责罚一通。如果是平常时候忍忍倒也罢了，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只要大水退去，或者是城墙坍塌，城外曹军立马就能杀进来，这个时候你还要作威作福？侯成心中当然憋屈。虽然宋宪和魏续两人一直苦苦相劝，可几杯酒下肚之后，侯成这心头还是越想越气，狠狠一下将手中酒樽顿在桌子上。侯成咬牙道：“吕布匹夫欺人太甚，若不是靠着咱们兄弟帮衬，这下邳城早就易主了。不就是喝顿酒了，屁大点事儿都能把我们责罚一顿，这一回老子忍不下去了。”宋宪急声道：“侯兄慎言，这城中上下不知道有多少耳目正盯着你的府邸呢，万一咱们偷偷饮酒再被人告发，这一回只怕就很脱身了。”三人之中，宋宪的胆子最小，再加上你平日里积威太重，所以此时听到侯成酒后失言，立马就想要劝阻。怕什么怕？城中上下暂且不说，我这府邸之中，亲兵亲卫全都是过命的兄弟，谁会出去乱说？魏续眼中金光一闪道：“侯兄这是说气话呢，还是真的忍不下去了？”魏续这么一接话，原本还有3分醉意的侯成立即精神一振。当然不光是气话，这城中局势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了。与其等着城破之后给他陪葬，倒不如咱们兄弟先下手为强，直接献城。等到曹公率军入城之后，封赏多少暂且不说，至少咱们都能活命。不知两位兄弟意下如何？魏续眼中金光一闪道：“侯兄准备如何动手？”侯成不想给你陪葬，魏续心里头一样是不愿意。眼下既然有活命的机会，傻子才会不珍惜。侯成思索片刻道：“这几天城外曹军围而不攻，城墙那边也无甚可观。吕布这匹夫整日里躲在城主府中饮酒作乐罢了，咱们可以先偷偷派人出城跟曹公通个气，等到今夜子时，再想办法偷偷打开东城门。到时候城外曹军一拥而入，这城中上下还有咱们兄弟作为内应，下邳城一战可定。”宋宪小心翼翼道：“听说曹操杀起人来可是从不手软，从他带兵来徐州已经2个多月了，咱们兄弟也杀了不少曹军，万一他不肯和咱们做交易又当如何？反正这城墙也撑不住几天了，等到城墙坍塌之后，他一样能够带兵入城啊。”侯成微怒道：“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的等死不成？”魏续开口道：“宋兄这话就不对了，城外大军虽然早晚都能破城，可早一点破城，曹公就能早几天放下心来。再说了，咱们滨州军的战斗力如何，他岂能不知？
没有咱们兄弟给他当内应，就算是城墙坍塌，他至少还要再填进去2、3千条人命，才能彻底平定城中纷乱。可有了咱们兄弟帮忙，曹公麾下就能至少能减少几千人的伤亡。只要他不是傻子，这笔买卖就能做。对，魏兄所言极是。侯成兴奋道，城中上下只有5000余人，那些徐州军都是软蛋，城破之后肯定自乱阵脚，根本不会听从吕布的调遣。剩下2000滨州旧部，咱们兄弟3人至少掌握一半，也只有高顺手底下的县阵营勉强还能听他之命。1000对1000，就算是咱们打不赢高顺，至少拖到城外大军入城肯定没问题。最开始的时候，侯成只不过是心里憋屈说几句气话罢了，可几人这么一合计，县城活命根本不难。魏续点头道，今夜正好轮到我戍守城东，我稍后就先去东城门那边派遣心腹死士出城给曹公传达消息，等到子夜将近时，2位兄弟带其人手直奔东门，是生是死就看今夜了。侯成转头对宋宪冷声道，宋兄，我们现如今可是骑虎难下，如果你愿意入伙，当然是一起活命，若是你还执迷不悟的话，那就休怪兄弟我心狠了。侯成话音方落，原本还在大厅之中站着的2名亲卫立即靠了过来，看到侯成和魏续都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宋宪稍一琢磨之后，立即咬牙道，干了，既然他吕布不仁，那就休怪咱们兄弟不义。侯成和魏续可不是什么好人，而且他们俩今天的打算已经全部让自己听到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入伙，今晚肯定是走不出侯成的府邸。最关键的是，宋宪心中对于你同样多有不满，只是他性格相对软弱，所以不敢反抗罢了。既然局面至此，那又何惧一搏？侯成展言道，好兄弟，就知道你靠得住，既然如此的话，咱们赶紧动手吧，免得夜长梦多。事情商议既定，侯成和宋宪立即各自调派心腹，而魏续出了府邸之后，直奔东门而去。1刻钟之后，城主府议事大厅之中，你和陈宫正相对而坐，高顺忽然从门外急匆匆走了进来，报主公，侯成、魏续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你点头道，眼下城中布置是否妥当？还有那几个叛徒的具体动向如何？高顺抱拳道，城中上下已经布置妥当了，末将亲自安排的，绝不会让其他人有所察觉。魏续出了侯成的府邸之后，直奔东城门而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准备先行联络城外敌军了。侯成和宋宪分头行动，他们2个都在召集手下心腹，虽然做的隐蔽，可军中斥候早就盯着他们了，根本逃不出我们的掌控。你缓缓起身道，既如此，就按照计划行事吧。等到东城门打开之后，咱们好好给曹军送上一份大礼。高顺的带兵能力本就不弱，再加上陈宫从旁策划，所以反击曹军的计划一早就已经定下了。一旦魏续打开东城门，侯成和宋宪2人肯定会带兵前去支援，而高顺手下的县阵营将士们早已经藏到东城门附近，所以高顺会先行率军去和魏续进行激战。因为准备在前的缘故，高顺将魏续手下那些叛军赶到城门外并不难。曹操一旦发现东门附近有变，立马就会率领主力大军前去抢夺城门。此时陈宫却在城中，让人将西南北3处城门全部打开。曹军斥候探知这个消息之后，曹操多半会以为自己想要趁乱逃走，所以除了东城门重点进攻之外，西南北3处城门之外还要分兵前去拦截。如此一来，东城门之外的曹军兵力就会越来越少。只要高顺带着县阵营趁势杀出，再加上张辽率军从后突袭，这前后夹击之下，曹军必败。当然，曹操本人名于兵士，再加上荀攸、郭嘉等人从旁助力，这个计划最终能不能骗得过他，其实也未必就10拿9稳。只不过局面至此，也只能拼死一搏了。听到你的吩咐，高顺重重一抱拳退了下去。3更天时候，东城门附近北风呼啸，夜色深沉。12月底的天气本就是滴水成冰，尤其是城头之上毫无遮挡，冷风呼啸之下，几十个凉州军全都躲在墙垛下面瑟瑟发抖。看到城外一望无际的夜色，魏续心中已经是焦急万分，因为今夜是他带兵戍守东门，所以派人出城偷偷给曹军传递消息，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只是这人都出城大半个时辰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通传消息，难不成是曹操真的不愿意接受自己投诚？就在魏续心思纷乱之下，忽然听到城外传来一阵微弱鹧鸪声，这一下魏续立马警醒过来，然后对身边亲卫吩咐道，快将吊篮放下去，把人拉上来。为了尽可能不让你发现破绽，魏续手下这名心腹是从城头之上顺着绳子偷偷掉下去，然后又步行去给曹军通传消息的。他此时回城复命，还是步行赶回，而且在城外连火把都不敢打，只能模仿鸟叫表示自己回来了。几名亲卫一起发力，不过片刻之间就将人拉了上来。报将军，曹公已经答应我们投诚了。好啊，魏续大喜道，曹公可有什么吩咐？曹公说了，先要我们顺利打开城门，然后再毁掉绞盘，不让千斤闸落下。等到城门打开，毁掉千斤闸之后，就在城门外左右两边点火为号，城外大军看见火光就会火速来援，只要我们能够撑住一时半刻，让他麾下顺利入城即可。魏续点头道，准备动手，先将城门打开，破坏绞盘，然后让人去给侯将军和宋将军发消息，让他们火速带兵前来东门附近准备支援。东城门附近基本上都是魏续手下心腹，就算是有那么几个不愿意献城的，也根本翻不起什么风浪来。对于魏续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守住城门，等待曹军入城。高顺手下县阵营本来就是最合格的杀人机器，一旦他们发现东城门有失，肯定会火速前来抢夺城门。想要对抗县阵营，只能借助侯成和宋宪的帮助。听到魏续的吩咐，场中诸人立即分头行动起来。下邳城驻军大营之中，侯成和宋宪2人正率领数百军士直奔东门。城中上下5000余兵力，除了少部分驻守城门或者巡视城中，剩下的将士们基本上都在城中大营。3000多名徐州军根本翻不起什么风浪来。侯成和宋宪倒是不怕他们，只不过高顺手下的县阵营如今也驻扎的大营之中，想要在他们眼皮底下摸出去，哪有这么简单？所以2人接到消息之后，直接大摇大摆带齐兵力直奔东门。至于理由吗？当然是因为东门火起，可能有叛军陷城，所以我们带兵前去支援啊！夜色深沉。
尘之下，一根根火把聚在一起，如同长龙一般。可惜不等两人带兵赶到东城门附近，却忽然发现前方火光之下，你正手持方天画戟，稳坐四风赤兔马拦住去路。这一下把宋宪给吓得差一点就要从马背上跌落下去，还好侯成勉强稳住心神，然后火急火燎纵马向前。主公，城中巡哨来报，东城门外有火光冲天，而且两扇城门大开，似有叛军准备献城了。你开口道，所以你们两个带齐人手，准备前去东门支援了。侯成抱拳道，是啊，主公，曹军大营就在东门之外，如果去得晚了，只怕来不及救援啊。你冷声道，既是救援，为何只带这么点人手？大营之中那些徐州军呢？侯成急声道，主公忘了，那些徐州军只有您才能调动，末将这边根本就没有兵权啊，所以眼看东城门危急，叫上宋将军就一起行动了。平时没看出来啊，侯成还是个演技派，要是袁宿主在这，指不定就被三两句话就被骗过去了。你缓缓开口道，东城门那边的大火是本将故意让魏续放的，首要目的就是固步一阵，吸引曹贼带兵来攻。至于其二嘛，也是想要趁机看一看这下邳城中到底谁是叛徒，想要接应敌军入城。侯成跟宋宪两人当然是必死无疑，可他们手底下这些兵却是精锐之中的精锐，如何能够让他们继续为自己效力？这才是你想要的。听到你这么一说，侯成立即面色一愣，不等他反应过来，你立即开口道，东城门那边已经安排妥当了，尔等可以先回大营之中等候。侯将军、宋将军，你们俩先随我来商议军情。侯成虽然一时半刻没反应过来，可他却不是真傻瓜，这要是真的让自己手底下将士们回忆，然后再跟着你前去商议军情，怎么可能继续活命？情急之下，侯成将手中长矛一横，然后厉声道，吕布匹夫，你该死！哎呦嘿，真是不经夸啊，这才哪到哪就绷不住了。你冷声道，侯成，你是要造反吗？侯成咬牙道，是你不仁在先，休怪我们不义。兄弟们，今天想要活命的，就跟我拼死向前冲出城去。侯成和宋宪也算是滨州军老将了，他们两人手底下多多少少都有些死忠分子，此时被侯成这么一带，立马就有100余军士蠢蠢欲动，谁敢上前？你将手中长戟一横，厉声道，侯成和宋宪今日谋反在先，我必杀之，尔等若是受其蛊惑，自行退后即可，本将保证绝不追究。可若是铁了心想要叛乱的话，先问过我手中画戟再说。人的名，树的影，自从丁原身死之后，你一直都是滨州军主将，极为慎重。高顺和张辽虽然也不差，可毕竟少了几分意思，此时被你这么一恐吓，原本还在跟在侯成、宋宪身边的100余心腹，立马就有一半往后退去。侯成和宋宪互相对视一眼，然后猛一咬牙，策马向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此时拼尽全力向前一冲，或许还能活命，可真要是弃械投降，只怕立马就要身死当场。看到侯成和宋宪最终还是想要拼命，你冷笑一声，纵马向前。就凭你们两个再加几十号心腹，就算是本将自己都能杀光，老子可不光是魂穿，这一身武力值也继承了，更何况自己身边还有高顺带着县阵营将士们相随。侯成跟宋宪这一冲，看起来好像一往无前，实际上不过片刻之间就已经被斩杀干净了，根本没能翻起来什么浪花。将场中叛军全部斩杀干净之后，你将手中长戟一震，然后对高顺吩咐道，打开营门，让大营之中的徐州军从西南北3处城门各自逃命，但是绝不允许有人从东门逃走，否则杀无赦。大营之中的3000徐州军对于自己来说根本没有半点忠心可言，一旦曹军来攻，只怕他们立马就要窝里反，与其太恶到迟，倒不如先放了他们各自逃命。这么一来的话，还能混淆视听，让曹操以为自己也混在其中逃命去。听到你的吩咐，高顺略一抱拳，立即前去安排。片刻之后，原本还静悄悄的城中大营，立马如同炸了锅一般，有人心急火燎直接回家，有人直奔粮仓想要多抢点口粮，但是更多的军士都是直接朝着西南北3处城门狂奔而去。其实下邳城中的3000徐州军，不光是对于你没有好感，对于曹操同样不喜欢。曹操当年为了给曹嵩报仇，在徐州境内连连屠城，那尸体堆的泗水河都被堵住了。今夜反正是你跟曹操大战，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自己逃命就是。下邳城东荒野之上，看到前方城门处火光不断闪烁，而身边将士们全都是勇力向前。曹操大笑道，哈哈哈哈，果然不出奉孝所料啊！下邳城局面至此，吕布必死无疑。传我军令，天明之前不封刀，准许将士们洗劫城中。因为曹嵩之死的缘故，曹操对徐州世家和百姓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感，准许将士们破城之后洗劫城中，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若不是考虑到陈登等人的心思，说不定曹操已经直接下令屠城了。就在曹操发号施令之时，曹洪忽然从远处纵马而来，报主公，前方斥候探报，除了东门之外，西南门3处城门同样被打开了，有不少敌军将士眼下正涉水而逃，只是黑夜之中看不清楚吕布到底在哪处城门附近。曹操一缕短须吩咐道，传令，西南北3处城门之外各自调动1000部卒前去把守，另外让子和率领骑兵队随时待命，一旦发现吕布踪迹的话，立即前去追杀。跟袁绍的财大气粗比起来，曹操手底下根本没有这么多骑兵，这回征讨徐州也只是让曹纯率领1000骑兵随行而已。曹洪抱拳领命，然后立即前去安排。郭嘉忽然皱眉道，主公，大营之中已经留下5000军看护辎重了，如果西南北3处城门之外再各自分兵1000人，还有子和将军手下骑兵队不参战的话，咱们真正能够用来攻城的兵力不过10000人而已。可吕布素来勇武，万一他倾尽全力想要突围的话，属下有些担心，咱们未必就能拦得住啊。奉孝多虑了。曹操自信道，西南北3处城门全部大开，这就说明城中那3000徐州军根本就不愿意给吕布效力，所以各自逃命去了。魏续、侯成再加上宋宪，他们3个至少也能控制1000人左右，所以吕
吕布、金叶能够调动的人手不过1000人，就算是现阵营全都是百战精锐又如何？10个打1个，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郭嘉虽然心里面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可反复琢磨之下，确实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破绽来。曹仁接口道：“吕布向来有勇无谋，既然4面城门都已经打开，他金叶已经注定必死了。只是除了东城门之外，其余几处城门外都还有积水，大军难以通行。万一魏续他们根本等不到我军入城，却该如何？”曹操笑道：“今夜大战，我军主攻而敌军主防，在城门大开的那一刻，敌军就已经彻底无险可守了。至于魏续和侯成这几个大草包，指望他们偷开城门，再破坏千斤闸就已足够。真正想要破军拔城，还是要看我军将士们奋勇向前。如果城池尚在，曹操绝不会率军主动进攻。可眼下4面城门大开，城中已经乱成一团，而自己携带重兵直接向前，吕布焉能不败？就算是争夺城门的时候，难免恶战一场。可曹操对于自己手底下这些将士们，同样信心十足。看到曹操已经打定主意，曹仁略一抱拳，不复再劝。曹操转身对着侍立在身边的于禁吩咐道：“文泽，今夜破城之战就交给你指挥了。今夜破城之战的总指挥，其实交给曹仁也可以，但是在曹操看来，于禁带兵更加滴水不漏，再加上你这厮到底也是名动四方的悍勇之辈，所以让于禁前去指挥更加稳妥一些。”于禁抱拳道：“诺！”手中长枪一震，立即翻身上马，直奔东门而去。于禁最开始是曹操好友报信的部将，后来报信为救曹操战死，他经王朗推荐，这才归于曹操麾下。虽然有报信这么一层关系在，可是跟曹家兄弟和夏侯兄弟比起来，于禁终究只是个外来户，跟许褚、乐进等将比起来，他也算不得最早投效曹操的那批武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于禁比起军中诸将更加努力，在领兵打仗时候，他法度森严，在为人处事方面同样是持身严正，所以曹操对他十分信重。今夜之所以让于禁负责总攻，除了相信他的能力之外，其实也未尝不是想要让他攒点军功，增加资历，除去大营之中的留守将士和其余几处城门外设伏的士兵，于禁能够调动的兵力总共8000余人，这其中徐州军降卒占了一大半，约有5000余人，剩下3000军都是曹操手底下真正的精锐之兵。想要尽快突入城门，最好的布置当然是让曹军精锐在前，将徐州军降卒安排在后，一路掩杀过去。但是于禁心中很清楚，曹操根本不想折损本部精锐，所以今夜突袭，于禁果断将5000徐州军安排在前，3000精锐负责压后。下邳城东门，城头之上，城外大军已经越来越近，魏续心中也是愈发激动起来。只要曹军能够顺利入城，赏赐多少暂且不说，至少自己不用去给吕布匹夫陪葬了。可惜城外大军还没杀到，高顺已经率领县阵营将士们先行赶到东门，魏续手下不过数百名军士，怎么可能挡得住如狼似虎的县阵营？不过片刻之间，就已经被杀得人仰马翻。将军，兄弟们实在顶不住了，反正曹公手下大军已经赶到城外，千斤闸也被咱们给毁了，还是赶紧撤到城外吧。魏续咬牙道：“侯成和宋宪呢？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两个？”将军，高顺既然亲自带兵前来，肯定是侯成和宋宪已经被斩了，要不然的话，高顺手底下县阵营哪有这么多人？眼看着自己手底下心腹越来越少，而高顺却越来越近，魏续终于咬牙喝令道：“撤！全部撤到城外去！”虽然偷开城门之后，接应曹军入城的功劳更大，可高顺现在已经杀红眼了，再要迟疑片刻，只怕自己连命都没了。到时候功劳再大，还有个屁用吗？魏续这么一喊，城门附近剩下的100余心腹立即弃城而逃。不过片刻之间，东城门附近就重新变得空空荡荡。你高声道：“第一队清理战场，将城门洞中的叛军尸体全部移开；第二队准备冲车，一旦敌军靠近城门，立即向前冲阵。”一声令下，城门附近横七竖八的叛军尸体很快就被清理一空。6辆冲车同样是已经准备妥当。所谓冲车，其实就是用马车临时改装出来的，车顶和车厢前部用木板加厚，又绑着好几根削尖的原木，而尖锐的木矛笔直向前，就如同刺猬一般。下邳城东门城墙宽度只有2丈左右，最多只能2辆冲车并行，所以这6辆冲车整个排成了2-2的阵型，每一辆冲车都是用2匹箭马拖拽。为了防止敌军放箭伤到马匹，在马背和战马前部还特意套上了几层厚厚的布甲。至于负责驾车的6名军士，同样是一身重甲。城门附近的地形过于狭窄，非常不利于骑兵冲锋，所以这几辆冲车的任务就是全力向前打开一条通道。城外敌军已经越来越近，而城中将士们同样神色凝重。你对高顺开口道：“校府以为敌军此番将会如何布置？”高顺开口道：“对于曹军来说，今夜突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突入城中。如果是正常作战，肯定是精锐在前，普通士卒在后。但是一来曹军精锐太少，至于其二，末将以为曹操其实并不能完全相信这些徐州军降卒，所以敌军布置肯定是徐州军降卒在前，而曹军精锐在后负责压阵。”你点头道：“曹操不是不相信这些徐州军，只是相对于自己手下精锐来说，他宁愿战死2-3个徐州军降卒，也不愿意折损1名精锐。所以今夜布局应该正如校父所料。”城门之外，一众曹军已经越来越近，眼看着前锋部队距离城门只剩下10几丈远，于禁在马背之上喝令道：“刀盾手数盾向前，长弓手左右散开，给我压制城头，长矛手在后方策应，一旦刀盾手突入城中，立即紧随其后。”下邳城东门外并没有护城河，至于壕沟早就被曹军给填平了，所以曹军此时向前突进，根本就不会遇到什么阻挡。在于禁的指挥下，100余名曹军刀盾手分成3队，整个人躲在盾牌后方，全力向前突进。至于魏续手底下那些个残兵败将，突出城门之后早就四下散开了。城门之内，看到敌军已经冲到近处了，你神色沉稳喝令道：“冲车准备，向前突进。”6辆冲车分成3队，直接朝着城门洞冲了过去。曹军从外向内突进，由于城门洞的阻隔，根本看不到城内具体情况，直到
到最前方2架冲车已经冲到眼前了，这才看得真切。可惜这个时候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退！敌军冲车太猛，根本挡不住，后队变前队，速退到城外。城门洞中空间狭小，而冲车的速度又极快，所以这些好不容易冲到城门洞中的曹军刀盾手，在6架冲车的冲锋之下，立马就被摧枯拉朽。有人被绑在车前的木刺直接扎伤，有人被车架撞到之后扑倒在地。不过片刻之间，整个城门洞中已经是一片哀嚎之声。6架冲车横冲而过，根本就不给这些曹军刀盾手退到城外的机会。从城门洞中冲出去之后，依然于事未捷，继续向前。100余名曹军刀盾手被撞死10几个，剩下的那些为了躲避冲车，同样是队形涣散，根本无阻挡。在刀盾手之后，是一队曹军长矛手紧随其后。眼看着6辆冲车已经冲到近前，负责指挥长矛手的曹军屯长虽然心神俱震，可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喝令道：长弓手放箭阻拦敌军，长矛手向前给我挡住敌军冲车。没有将军的命令，私自后退者斩。曹操治军极严，大军作战之时，闻鼓则进，鸣金而退。前方负责指挥刀盾手的屯长已经被冲车给撞死了，再加上城门洞中地方狭小，所以他们只能往后退。可自己这边情况不一样了，长矛手周边十分开阔，就算是不能硬抗冲车，至少还能周旋一番。如果什么动作都没有就撤退了，不用等到曹操下令，后面监战的于禁就能直接把自己给砍了。在曹军屯长的喝令之下，两侧长弓手立即开始朝着冲车放箭，可惜冲车外部都已经用木板加固了，就算是箭矢落在上面，也根本无法穿透车厢。至于负责驾车的几名军士，全都是重甲在身，面对两侧袭来的箭矢，同样是基本无视。眼看着长弓手根本无法建功，剩下的长矛手赶紧将手中长矛向前捅去，想要奋力去把马车上的几名敌军给捅下来。可惜绑在马车上面的木矛比他们手中长矛还要长，根本不等他们碰到马车，就已经被木矛给捅到了。不过转瞬之间，城门外面的曹军同样是乱成一团，城门之内你正策马而立，眼看着前方敌军阵型已乱，手中方天画戟立即向前一引，陷阵之志有死无生，兄弟们随我冲阵。冲车这玩意在依托有利地形的情况下，当然可以横冲直撞，但是一旦出了城门，在十分空旷的场地上，根本就无法继续对敌军造成有效威胁。所以此时趁着敌军阵型散乱之际，率领骑兵冲阵才是最佳战机。一声喝令之后，你立即一马当先冲了出去。现阵营的将士们本来就是精锐中的精锐，此时看到主将策马在前，一个个当然是不肯落后。冲出城门之后，你手中方天画戟横劈竖斩，曹军刀盾手和长矛手立马就被杀倒一片。这些徐州军降卒对于你的武力值和现阵营将士们的战斗力当然一清二楚。此时你拼命突围，哪有什么人敢上去阻拦？尤其是城门里面越来越多的现阵营将士们冲出来之后，这些徐州军降卒更是被杀得节节败退。曹军大阵之中，于禁正紧盯着前方战局发展，下邳城四面城门全部打开，你从任何一处城门突围都有可能。但是西南北3处城门毕竟不是于禁负责驻守，所以在于禁内心之中，其实更盼着你最好是从东门突围，如果能够将你擒杀当场，自己在曹营诸将之中必然威望大涨。眼看着你真的从东门突围，于禁立即心神激荡起来，传我军令，长矛手死战不退，给我拖住敌军；长弓手左右散开，给我全力狙杀敌军，让后方将士们顶上去，刀盾手在前，长矛手在后一起行动，给曹纯将军传信，让他速速率领骑兵队前来支援。曹纯手下1000骑兵是曹军所有的机动力量，如果你不露踪迹的话，曹纯只会继续在后方观望。既然你已经摆明了准备从东门突围，这1000骑兵当然是正好派上用场。在于禁的指挥之下，前方徐州军降卒一个个拼死力战，而后方曹军精锐则是刀盾手在前，长矛手在后火速向前支援。战场之上血战正酣，你手起一戟，将一名曹军刀盾手刺倒在地，然后对高顺吩咐道：校辅，以带线阵营的兄弟们继续从中路突进，左右两翼就让骑兵队的兄弟们前去绞杀。高顺抱拳道：主公，我军虽强，可毕竟人数太少，敌军虽弱，却近乎10倍于我军，如果继续迟疑缠斗下去的话，万一敌军围至却该如何？按照高顺的设想，既然敌军前部阵型已溃，这个时候还是赶紧跑路要紧。你摇头道：下邳城外根本无险可守，就算是我们能够趁现在跑出去，没有后勤补给，兄弟们早晚要被冻死饿死。眼下之所以要和敌军继续缠斗，无非是想要将他们的骑兵队吸引过来，然后再给文远创造机会罢了。张辽手下2000军有1000骑兵，1000不足行军速度太慢，今晚大战根本不可能前来支援。可若是他率领1000骑兵前来支援，曹纯收到消息之后，肯定也会率领本部骑兵前去阻拦。只是你心中断定，一旦曹军统帅发现自己从东门突围，肯定会调动曹纯所部骑兵前来，而一旦曹纯手下骑兵投入战斗，那就再也无法阻拦张辽了。高顺重重一抱拳，末将遵命。战场之上，高顺正率领本部现阵营的将士们全力向前，至于那些徐州军降卒，根本就遮拦不住，在高顺的全力冲锋之下，已经被杀得尸横遍野。曹军大阵之中，有斥候急匆匆策马而来，报将军，前方将士们已经顶不住了。于禁冷声道：派出督战队向前，一旦发现有人临阵脱逃，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斩杀。在曹纯将军手下骑兵队赶到之前，就算是死，他们也要死在敌军前进的路上，绊他们一脚。义不管财，慈不掌兵，今夜最大的目标乃是擒杀你。至于前方那些徐州军降卒，到底是战死1000还是2000，于禁还真不在乎。听到主将吩咐，立马就有传令军士前去通传。将军有令，督战队全体军士向前，一旦发现有人临阵脱逃，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斩杀。一连几声喝令之后，曹军督战队立即手持大刀阔步向前。战场之上，你此时正率领一队骑兵左右冲突。平心而论，这些徐州军降卒的战斗力确实不怎么样，若不是于禁派出督战
战队在后方盯着，估计他们早就四散而逃了。你此时一边策马冲杀，一边还在注意着曹纯手下骑兵队到底有没有赶到。就在你左右冲杀之时，忽然从刺血里冲出一将狂奔而来，吕布匹夫休走，还我父亲命来！一看到此人，你立即勃然大怒起来，背主之贼，叛军之将，今晚就让你们父子泉下共举。这将正是曹操入主徐州的最大功臣之一，陈登、陈元龙。你当初发现他们父子背叛之后，立马就将陈规和陈登三个弟弟全部打入大狱之中。虽然陈登三个弟弟都被人偷偷救出去了，但是他爹陈规却被你盛怒之下直接砍了，脑袋还故意挂在城头上示众3天。这段时间以来，陈登一直都在等着城破之后前来报仇。曹操担心他冲动之下做出什么不可补救的事情来，所以今夜突袭，其实已将他留在后方看守大营。可惜陈登却不遵军令，自己偷偷跑了出来。眼看着杀父仇人已经近在眼前，再听到你如此一说，陈登立即手持长枪木自尽烈猛冲上去。陈登举孝廉入仕，出任东阳县长，后来被陶谦提拔为典农校尉。在陶谦死后，陈登本来是亲心辅助刘备掌管徐州的。建安元年，袁术率军攻徐州，请你出兵相助，你一下用力过猛，直接占了徐州大本，自领徐州牧。从此之后，陈登在名义上就归属于你手下，只不过陈家父子对你一直看不上眼，眼看刘备也不能成事，所以干脆暗中投靠曹操去了。陈登本人允文允武，再加上他还是徐州氏族的重要人物，所以曹操对他也是十分倚重。只不过陈登为了给父亲报仇，终究是不肯老老实实待在大营之中。战场之上，陈登已经是越来越近了，你手中长戟一横，当头就是一招力劈华山，急斩而下。陈登的武力值虽然不弱，但是在天下第一的你眼中根本就不足看。枪咔嚓，这一斩之下，陈登手中长矛应声而断。不等他有所反应，你手中长戟一转，猛然向前一个突刺，双方距离本就非常近，再加上这一刺又快又急，陈登根本就来不及完全躲开，只能是勉强一侧身，想要避过要害。然而你的杀招哪有这么好避？扑哧！虽然勉强避开心脏部位，可惜还是被一戟刺到左肩之上。原本以陈登的实力是不至于这么菜的，只不过他今晚心急报仇，大怒之下已经乱了方寸，所以才会这么急冲冲的上来单挑。被你一击斩断手中长矛之后，陈登再也顾不得什么报仇雪恨，直接扔掉断矛，拨转马头就要跑路。反正今晚城破之后，吕布已经必死无疑了，自己没必要再贴上一条命了。眼看着陈登想要跑路，你冷笑一声，将手中长戟往地上一插，然后从背上取下长弓，立即开弓如满月。咻！好不容易逃到2、3丈远的陈登，果梗中箭落马，身死当场。战场之上本来就混乱不堪，陈登之死不过是个小插曲而已。一箭射杀陈登之后，你继续率领身边骑兵向前突进。而就在此时，曹纯已经率领本部骑兵杀到。不过曹纯可不会傻乎乎的单人匹马去跟你较劲，他只是在外围指挥骑兵队向前，先去缠住左右2翼的敌军骑兵。高顺手下的县阵营虽猛，却都是不足，根本就跑不掉。只要战事焦灼下去，就算是多损失一些将士，至少今夜肯定能够将你等人一网打尽。从你率军出城到现在，整个战局已经持续了半个时辰左右。曹军部族虽然被杀得七零八落，但是他们毕竟人数太多，再加上于禁区中指挥，所以此时仍然酣战不休。而曹纯所部骑兵不断穿插突刺，也是勉强护住外围，根本不给吕军将士们趁机突围的机会。高顺手下县阵营的将士们死伤已经超过300人，如果是换了其他军队，只怕早已经阵型崩溃。好在你和高顺都在军中，这才勉强能够稳住阵型。一枪刺倒面前敌军之后，高顺气喘吁吁开口道：“主公，文远如果再不来的话，咱们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你抬头凝视远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下邳之局本来就是九死一生，如果张辽愿意率军前来，当然最好；如果他真的不肯前来，那自己也没有办法了。曹军大阵之中，于禁正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战局发展。只要今夜能够成功擒杀吕布，我于文则必然声威大振。敌军疲了，于禁冷声道：“传我军令，大军合围，不要走了吕布。”将军有令，大军合围，不要走了吕布。随着于禁一声令下，战场之上的曹军立即奋起于勇，拼力向前。曹操治军严谨，有过不惜罚，有功不吝赏。下邳之战从10月份打到现在，今夜就是收获军功的最后时刻，就算是砍不了你，至少也要多杀几名敌军啊！曹军大阵后方，曹操同样是立身于一处高台之上，凝视前方。看到本部将士们一下拼力向前，曹操大笑道：“吕布匹夫，今夜必然受缚。”下邳城4面城墙已经全部打开，你带兵出城，已经是彻底没有退路了。如果你能够突围出去倒也罢，可东门这边的吕军耽误到现在都没能突破于禁的封锁。从眼前的局势来看，你已经彻底完蛋了。只是相较于曹操的乐观，郭嘉却并不这么想。主公，属下这心里头还是有些不踏实啊。曹操笑道：“4处城门已经全部打开，东城门这边我军已经开始合围，不消片刻，吕布要么战死，要么受缚。奉孝还有什么好担忧的？”郭嘉皱眉道：“主公，东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吕布是完全有机会全力突围的，可是他非但没有趁机突围，反而是带上县阵营和本部骑兵，在城门口和我军大战。属下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里有问题啊。”曹操开口道：“魏续偷开城门之后，我军立马就奔赴东城门这边。虽然徐州军降卒战斗力一般，可他们毕竟人多势众，吕布自己或许能够纵马而逃，可城中毕竟还有县阵营的部族将士们，而且他自己的家眷也在城中。如果不能杀退我军的话，县阵营将士和他自己的家
家眷如何逃脱。郭嘉沉声道：“问题就出在这里。以吕布的性格，此番身陷绝境之下，肯定会保命为先，只想着带上自己家眷夺路而逃。可前方斥候，并未看到敌军家眷的身影，反而是吕布这厮一直在城门外跟我军厮杀缠斗。”郭嘉这么一说，曹操同样是面色大变起来，奉笑是说：“吕布故意在东城门之外跟我军缠斗，目的就是为了将我军主力和骑兵队全部吸引到此处，然后等待援军来救。”郭嘉点头道：“多半如此了。”曹操皱眉道：“现如今有实力救援吕布的，只有袁术一人而已。暂且不说袁术愿不愿意派兵前来，就算是他愿意派兵，也根本无法逃脱我军斥候的耳目。这下邳城附近根本就没有吕布能够依仗的势力了。难道不好？”说到这里，曹操和郭嘉对视一眼，齐声道：“张辽！”两人话音方落，曹仁忽然神色慌忙飞马而来，报：“主公！”张辽率领1000骑兵直插我军后阵，将士们抵挡不住，阵型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啊！Hello， 大家好，本集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我呢是这个频道的创作者，说实话，制作这集视频呢花了我不少心血，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如果这一集影片有让你看到忘记时间，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订阅，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另外，因版权的关系，未删减版我已经整理好放在置顶留言区的链接里了，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点开下方留言区，我们在完整版见，拜拜。